为什么港圈前辈都愿意为诚意押宝？从曾志伟那句粤语说起。这事儿你换个地方试试。同样一部剧开机，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比方说韩国，它上的可能是门户网站的娱乐板块，配一张预告图，热搜挂2小时，完事。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香港的报纸，指的那种油墨印刷，清晨摆上报摊的那种，用了一整个大版面，标题是大大的2个字，诚意。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一个事儿，我们平时刷娱乐新闻，刷的全是网媒、热搜、词条、评论区，但港媒的纸媒，它是另一套逻辑。今天这期，我不打算跟你复述诚意新剧开机这条消息本身，那个你搜一下，到处都是。我想聊的是，当一张香港报纸郑重其事地去写一个内地小生的时候，这个画面背后藏着什么？咱们一层一层吧。先说你能直接看到的。今年这个夏天，诚意主演、曾志伟监制的这部港式刑侦剧《受谎》在香港开机了。然后港媒那边不是一家啊，是多家纸媒都报了，篇幅给得很足，标题直接把诚意2字放大。曾志伟本人也晒了开机照。我跟你讲，这个牌面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的。你得明白港式纸媒的脾气，它版面就那么大，寸土寸金，它凭什么给一个内地演员留头版位置？说白了，纸媒不追热闹，他认的是这个人值不值得占这个版面。所以你光看到开机了，报纸报了，这只是第一层。行，接着说。第2层是港媒的叙事逻辑，这个媒体自己不会明说。你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内地网媒和港媒纸媒写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内地网媒写什么？写互动，写热搜，写评论区变许愿池，写情绪。这没毛病，网媒就是干这个的，快热贴着情绪走。但港媒纸媒写什么？他写开机仪式本身，写这个项目的行业身份 S 加级，监制是谁，演员为角色做了什么。他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作品事件来记录，而不是当成一个话题来消费。这个区别怎么说呢？其实挺关键的，因为它决定了诚意在这套叙事里是以一个正在认真做戏的演员的身份出场的，而不是以一个制造话题的流量的身份出场的。这里插一句，正好有个特别好的对照案例。开机前后有一波诚意的粉丝，他的粉丝叫果果啊，集体涌到曾志伟的评论区留言拜托他多发点诚意的片场花絮。结果曾志伟没直接答应，他用了一句粤语俏皮话挡回去了，靓仔多数都中意出风头价，帅哥大多都不喜欢出风头。你别急着觉得哎呀，粉丝求物料被拒了多尴尬。你品，你细品。这句话是一语双关，表面上他在婉拒物料需求，保护剧的神秘感，实际上他顺手把诚意夸了一遍，这孩子专注作品，不爱张扬。而粉丝那股子热情，恰恰说明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值有多高。你看，同一个互动，网媒会写成曾志伟高情商回怼，港媒纸媒会把它归进演员低调专注创作这条线里。叙事框架不一样，你看到的诚意就不一样。好，重点来了。第3层，为什么曾志伟这样的港圈前辈愿意为诚意押宝？这个我得先纠正我自己一个印象。曾志伟公开夸诚意，我一开始记成是今年年初的事，等一下，不对，我查一下，是在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那个场合，应该是最近这一波。行，以我看到的信息为准啊，如果时间有出入评论区指正。曾志伟当时的话，大意是诚意很努力，很有内涵，非常专业，还特别提到他内敛的性格跟角色高度契合。这几个词你可能觉得挺普通，但业内人听得懂分量。前辈在公开场合评价一个后辈，客套话和真认可用词是不一样的。有内涵这3个字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人身上有戏，经得起近距离看。那这个有内涵是怎么来的？诚意自己给出了答案。为了演受谎里那个双面心理学家林燕婷，他提前1个半月就消失了，跑去香港体验生活，苦练粤语，
还去走访一线警务人员和心理学专家，一点点抠角色的内心，同时坚持高强度的拳击和自由搏击特训。这种先把自己整个人放进那个环境里的准备方式，说白了就是笨功夫、慢功夫。我做娱乐观察这么些年，具体多少年就不倒计时了哈，反正不短。我越来越信一件事，演员这行火候是骗不了人的，食材好，厨子也肯下功夫，这道菜才越品越有味。程毅走的这条路，你要我说是长期价值那一挂的，不是赚一波快钱的打法。前辈能看上他，看上的正是这个。哦对了，还有件事是藏在细节里的。老粉应该记得，程毅有个特别可爱的习惯，有好东西第一时间要分享给果果看。开机这阵子，他又是炫工作证，又是炫红绸，又是举着烤乳猪给粉丝看，炫开机红包。这些细节看着小，但他跟前面说的专业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对作品这么较真的人，对喜欢他的人也这么实在，这种真诚装是装不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第4层，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现在这个行业是什么状态？物料满天飞，营销铺天盖地，恨不得一部戏没开拍，先给你30条预热。在这种环境里，你会发现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有时候越是不刻意出风头的人，反而越被行业当回事。程毅这次就是个典型，他这边没怎么刻意造势，靠的是什么？靠港媒纸媒主动给版面，靠前辈主动公开立赞，靠一张概念海报。注意啊，就一张概念海报，没预告，没原著 IP 优酷预约量就冲破了17万，还拿了个2026最具期待作品的奖。这几个东西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自己喊出来的，是别人给的。别人给的分量才是真分量。当然，我得留个余地，这些数据和现场细节，有些是我根据公开报道整理的，不是第一手，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但整体趋势我倾向于这个判断，程毅现在走的是一条让作品和专业度替自己说话的路。这条路慢但稳，方向感很准，懂行的人会懂。有些演员的价值不在于他今天上了几个热搜，而在于像曾志伟这样在圈里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的前辈，愿意把名声压上去替他背书。时间这个东西最终会证明谁走对了路。行，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但我不想就这么让你划走。我给你留个具体的作业，你去找一下港媒报道受谎开机的那些版面、报纸的排版、标题、用词，然后你再去翻一条内地网媒报同一件事的稿子，两个对着看，你会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今天说的那个叙事框架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完了，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港媒那套写法是不是更能看出一个演员的分量？我先声明啊，我这只是抛砖引玉，我的视角有限，你们比我懂得多。但我真心觉得，程毅这条路值得被这样认真的看一次。喜欢他的人一直这么支持，是对的。咱们评论区见。